俄烏談判有一定進展，再加上市場對聯儲局進一步加息嘅預期啦，已經係消化咗唔少，咁都令環球嘅股市啦係顯著回升嘅。當中美股嘅升勢啦係明顯跑贏其他市場嘅，咁再一次顯示啦，美股啦係環球股市最好嘅長線投資選擇。不過事實上，依家啦仲有好多香港嘅投資者咧，都因為美股嘅時差問題啦，係抗拒投資喺呢個美股嘅市場。咁究竟投資者係可以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唔需要捱夜嘅情況底下，去到捕捉美股嘅升幅呢？咁今日啦，我就想同大家去到分享我個人投資喺美股嘅心得，希望係幫到大家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咁最近啦，如果有 follow 我 Patreon 嘅朋友啦，都會見到我同大家啦係分享咗一幅喺俄羅斯宣布入侵烏克蘭之後，唔同股票市場表現嘅一個比較圖表啊。咁可以見到啦，除咗淺藍色代表住 S&P 500美股市場有一個正數嘅回報之外，其他嘅地區啦，包括係歐洲、英國同埋亞洲嘅新興市場嘅回報啦，都係唔及得上美股嘅。咁反映住美股市場啦係持續受投資者追捧。雖然市場啦一直都擔心美國嘅經濟會唔會因為高通脹啦同埋聯儲局持續加快加息嘅步伐，而係令到當地嘅經濟啦係出現一個放緩嘅跡象。咁再加上啦最近幾星期美債嘅息率啦係出現一個倒掛嘅情況啊，都係經濟陷入衰退嘅先兆啊。不過根據普遍分析員嘅預測，美國企業嘅收入同埋盈利啦，喺最近都係可以保持穩定嘅增長啊！咁足以證明美國當前嘅經濟增長依然係強勁嘅。咁所以啦，亦減低咗市場對經濟增長放緩嘅憂慮，而令美股咧係出現一個反彈嘅情況嘅。咁你會問啦，美股買啲咩好呢？當然啦，我相信坊間啦都有好多嘅投資者會係花好多時間去到鑽研下一隻倍升嘅美股啊。不過其實如果你唔想花太多時間嘅話咧，其實只要簡簡單單長線持有住一啲大盤美股嘅指數嘅 ETF 就可以賺到相當可觀嘅回報㗎啦。咁美股市場啦，其實主要有3大指數㗎。咁相信平時有睇開財經新聞啦，都會知道啊。第一個指數啦，就係呢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咁包含住30隻美股嘅大藍籌㗎。咁基本上啦，都係行業嘅龍頭嚟嘅。咁其中主要嘅成分股啦，就包括有高盛啦、微軟啦同埋麥當勞等等嘅。第二個主要指數就係呢個標普500指數，咁包含住500隻市值最大嘅美股啊。咁所以比起頭先提及嘅道指啦，係更加之全面嘅。咁主要嘅成分股啦，就包括有蘋果、Microsoft、Amazon 同埋 Tesla 嘅。最後第3大主要嘅指數啦，就係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咁包含咗超過3000隻以科技為主嘅股票。咁不過因為3000隻股票太多啦，所以一般啦投資者都會用到納斯達克100指數，咁即係代表住頭100大嘅美國科技股票作為一個指標。好，咁簡單介紹完3隻主要美股嘅指數之後啦，咁其實究竟邊一隻指數啦係最值得投資者留意呢？咁其中最直接嘅對比方法啦，就係睇佢哋過去嘅回報。咁如果我哋比較翻年初至今嘅回報，3隻指數當中，納指嘅跌幅啦係最大嘅。咁主要因為啦，納指主要係持有住一啲嘅科技股啊。而當面對住跌市嘅時候，科技股嘅跌幅都會係比較大嘅。不過如果睇5年嘅回報，納指啦係好明顯跑贏其他2個指數嘅，代表住納指啦整體嘅潛在升幅係高啲㗎。咁不過啦，波動性就會比較大啦。至於標指嘅表現啦，就相對比較平均啊。跌市嘅時候，防禦性就比起納指係強嘅。而喺長線回報方面，雖然啦就唔及得上納指，不過都相當唔錯嘅。至於道指嘅表現啦，就相對比起標指同埋納指弱嘅。咁所以標指啦同埋納指會係我嘅投資對象。
咁你會問啦，點樣啦先可以投資喺呢一啲股票嘅指數呢？咁其實最直接嘅方法啦，就係買入一啲跟蹤住呢一啲指數嘅 ETF。如果想投資喺標指，我嘅首選咧會係隻 VOO， 每年嘅管理費只係需要 0.03% 嘅啫。而至於納指100方面，最普及嘅 ETF 會係隻 QQQ 嘅，每年嘅管理費係 0.2%。咁但係個人嚟講啦，會傾向買 QQQM 嘅，因為管理費就比起 QQQ 係稍為低少少，只係收 0.15% 嘅管理費嘅啫。而且同樣都係追蹤住納指100指數，咁所以 QQQM 咧會係更加好嘅選擇。咁至於講到呢兩隻 ETF 嘅配置啦，咁呢一個啦都要好視乎投資者嘅風險承受能力同埋佢哋嘅投資取態嘅。咁啊頭先都已經提到㗎啦，納指嘅波幅啦會係比較大，咁但係相對嗰個潛力回報啦都會係比較高㗎。咁所以假如你係一個比較進取啲嘅投資者咧，將比重投資多啲喺 QQM 會相對比較適合。例如講緊係60% 嘅資金放喺 QQM，40% 放喺 VOO， 為一個簡單嘅例子。但係假如你嘅風險承受能力係比較低，唔想投資組合咁大上大落嘅話，就可以將資金放多啲喺 VOO 嘅。VOO 嘅成分股啦係相對比較多元化㗎。咁除咗係科技股之外，亦都有包括其他行業，咁所以啦，防禦性啦係會相對比起 QQM 係高嘅。咁所以對於一啲穩健嘅投資者嚟講啦，咁其實將60至到70% 嘅資金放喺 VOO，30至到40% 放喺 QQM 係一個可以考慮嘅配置方法。而當然啦，如果你係一個平衡型嘅投資者，將資金平均分配喺 VOO 同埋 QQM 咧，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好，最後啦就要提到買入嘅操作。咁究竟咩時候買入係最好呢？無論你係圖表派，抑或係基本分析嘅投資者，都需要花好多時間同埋精力去到研究啊。咁所以我認為最適合普遍投資者嘅方法啦，就係用到一個月供嘅方式，用一個平均成本法，定期啦係買入，做一個長線嘅投資部署嘅。咁雖然聽落呢一個嘅方法就好簡單啦，但係真係要做到咧並唔容易㗎。尤其係面對住大跌市，投資者出現恐慌嘅時候，都會令唔少投資者嘅信心係動搖㗎，把持唔住而係停止月供，甚至係止蝕離場。所以要盡量避免呢一樣嘢啦，有兩個好關鍵嘅因素。第一，投資嘅錢一定要係閒錢啊，先至可以減少你喺跌市嘅心理壓力。第二就係要有一個堅持嘅信念。尤其係跌市嘅時候，唔好怯，反而啦更加係要 keep 住買，把握趁低吸納嘅機會。根據標普500指數過去10年嘅表現，過去10年嘅升幅係有超過2倍嘅，而納指100指數更加係有4倍以上嘅升幅。不過股票市場絕對唔係一帆風順啊！投資者要有心理準備，要經得起好多次嘅股災，先至係可以享受到咁可觀嘅回報嘅。希望今日嘅分享係可以幫到大家㗎。咁最後啦，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知道我嘅投資組合同埋我最新嘅投資部署，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攞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咁詳細嘅資料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